这位王国最强召唤师一觉醒来，突然从老头子变成了美少女，为了面子，只能伪装成自己是自己的徒弟。虽然游戏登出键被扣，米拉的回归生活依旧多姿多彩，除了被所罗门强拽进宫，给宫廷女仆们当更衣人偶，不过也有更重要的事委托他。玩家刚进入游戏时，都要从初始的3个国家里选择一个所属国家。和玩家后建立的国家不同，初始的3个大国作为最强国家，一般不容易被灭，直到魔族出现，大陆爆发大规模的人魔之战。人类虽然歼灭魔族，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到处都为了重建家园忙得不可开交。考虑到当时的人类不应该自相残杀，所以各国为了相互牵制，签订了限定非战条约。条约签订的10年内禁止打仗，留时间各自恢复国力。而这个条约还有1年就要到期了，阿尔凯王国即将面临绝境。之前之所以能守住国家，是因为9贤者，但是现在国内除了路米和米拉，剩下7位全都不在。所罗门的好友列表显示他们都在线上，但是就是见不到人。9贤者都是一群异于常人的怪胎，只要能找回一半就能守住国家。米拉的回归对所罗门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，趁着进展条约还有1年之期，他希望米拉能够找回剩下的7位贤者。于是米拉接受主线任务，找回阿尔凯特的9贤者。第一个目标是巨逼的索尔霍尔，对不死娘有病态热爱的死灵术士塔长老，或许能在被称为地下墓地的古代神殿内布拉伯利斯找到他的踪迹。既然要去地下墓地，所罗门又笑眯眯的塞给米拉一项神秘调查任务。之前狂飙装甲车的加特雷再次担任米拉的马车司机，结果没走多远就在路上撞到了人，结果把人翻过来一看，俩人魂儿都差点吓飞，撞到的哪里是人，分明是个僵尸。倒是路过的冒险者非常淡定的帮忙把僵尸捆了起来。最近这附近经常看见僵尸，但并不袭击人，这就更奇怪了。僵尸是夜行动物，怎么会白天到处乱跑？来到镇上的米拉刚拿到冒险者证，就被一个小孩一脑袋撞翻在地。跟着跑来的2位冒险者称名为小塔的小孩向他们提了乱来的委托，希望能带他去内布拉伯利斯地下坟墓。小塔的父母很久之前在冒险中去世了，坟墓5层有一面能够见到死者的暗城之镜，他无论如何都想再见父母一面，这不就是久违的支线任务吗？米拉痛快的一口答应，反正都是顺路。2名冒险者不放心，也要跟着一起去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又叫上了2个同为猩红钟情的工会同伴，一行6人整装前往地下坟墓，目标是第5层的暗城之间。行动前，小队有些担心米拉的实力，毕竟召唤术师在这个时代非常稀少。小队原本只当米拉是保护小塔的吉祥物，结果米拉抬手召唤5具精灵白骑士当护卫，刚进墓地，一群食尸鬼就蜂拥而上。猩红钟情小队成员配合默契，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面前的怪物，证明了自己上等冒险者的实力。就是砍怪后的气味实在是太臭了，而且深处还有巨型食尸鬼。米拉实在是不想按部就班的冒险，他不装了，他摊牌了，起手超位魔法召唤女神阿尔菲娜，下令杀光5层之内的所有怪物。阿尔菲娜拔出宝剑，开启一键扫荡模式，小队一路畅通无阻 ，CD 地牢轻松的堪比郊游。果然有大佬傍身就是不一样。暗城之镜就树立在第5层的房间之中，只要拼命想着想见的人，同时呼唤出他的名字，镜子里就会出现思念之人的身影。然而小塔欢呼了半天，镜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倒是队伍里的绿头巾小哥上前一步，念出一个名字，镜子居然光芒大放。他的妹妹莉莉卡出现在了镜子里，兄妹俩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妹妹患有很严重的传染病，他成为冒险者就是为了赚钱给妹妹治病，但是钱赚到了，他还是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妹妹。小哥看着镜子里的妹妹泪流满面，都怪他没能早一点回去。妹妹当然不会怪他，反而非常感谢哥哥一直努力的照顾他，知道哥哥现在过得很好，他也就放心了。兄妹俩隔着镜子做了最后一次道别，了却心中遗憾。感动的米拉眼睛出汗，原来 NPC 们也有各自的人生。莉莉卡的出现证明了暗城之镜没有故障，照不出小塔的父母，是不是就代表着他的父母还活着？毕竟镜子只能映照出死者。小塔的父母因为失踪了整整5年，所以被工会认定为死亡，但其实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确死了。听到这里，小塔总算展露出了笑容。暗城之镜既然有效，那米拉就要完成所罗门的特殊委托了。之前游戏中有个揣着大量圣水追杀恶魔的 NPC 恶魔学者霍德华，不过已经去世了。所罗门希望米拉能够通过镜子和他联系一下，问问关于低等恶魔的事儿。但镜子要印出死者呼唤的人必须和死者关系密切，或者死者牵挂的遗物。所罗门那个不靠谱的，直接给了米拉一瓶圣水。米拉跟跳大神一样念念有词半天，不出所料的失败了。小队任务完成，米拉安慰的摸了摸绿头巾小哥的脑袋，拜托小队将小塔带回去，他要去第6层的城堡里办事儿。不过小队执意要跟着，抱紧大佬大腿才是最重要的。米拉见此也只好答应。几人边走边闲聊，一听米拉要找霍德华，他们也知道，估计是为了低等恶魔的事儿。不仅是阿尔凯尔，最近其他国家也相继出现了低等恶魔，估计魔族私下又在搞什么大动作。第6层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地下城堡，但是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这自然难不倒米拉。轻松解开墙上的封印，城堡内部的真容这才展现出来。米拉严肃的让几人待在原地不要走动。
通，还有重要的事去办，然后飞奔到了厕所解决内急。看得出来确实很急。解决完生理需求，米拉打开活体感知技能，发现小队成员还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就放心了。但米拉并没有发现关于霍尔索尔的能量反应，到了上层也只发现了一处非常微弱的生命迹象。跟着导航，米拉来到了王座厅，只见里面坐着的女仆全都是死人，一看就是变态死人控索尔霍尔干的好事儿。王座之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孩，米拉探知到的微弱生命反应就是来自于她，倒是没见到索尔霍尔的身影。王座后面的房间是研究室，以及索尔霍尔珍藏的各种女装。米拉见了，二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，不过这些衣服对她来说都太大了。换装游戏刚玩完，米拉又开始搜索对方的研究资料，并发现了关于能恢复一切异常状态、治愈一切创伤的神级魔法道具神圣光辉圣杯的资料。米拉急忙跑出去，果然在半死的女孩背上发现了死灵树、恶魔的祝福。索尔霍尔为了给她解除诅咒，用死灵树停住时间，在此期间想找到光辉圣杯拯救女孩，没想到只喜欢死人的索尔霍尔能为一个活人做到这种地步，连米拉都不禁感慨对方变了。既然索尔霍尔不在这里，米拉只好回去找小队会合离开。小队没遇到危险，只是被索尔霍尔藏在这里的等身死人手办吓得不轻。之前很多人探索过地下6层，什么都没发现，倒是米拉一来，水里突然窜出一只3等恶魔，小队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这种程度的恶魔，他们毫无胜算，就算强如米拉召唤女武神，也需要时间才行。米拉表示：“你们退后，老夫要开始装逼了。”抬手召唤黑骑士当先锋，米拉跟着冲向恶魔。好在小队成员脑子好使，赶紧躲起来不拖大佬后腿。一见米拉是个召唤师，恶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脆皮法师，挥舞着镰刀砍飞黑骑士后，顿时觉得自己胜权在握。没想到米拉后退躲过镰刀，一掌蓄力，轻松将恶魔拍飞，也是近战法师，没想到吧？恶魔气急败坏，镰刀上燃起熊熊火焰，朝着米拉横砍而下。然而无论再迅猛的攻击，都能被米拉轻松避开，然后对着恶魔的肚子又是一拳，灵活的怪力萝莉打得恶魔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米拉也打算速战速决，眼睛一睁，当场开启邪王真眼，周身气势猛涨，双手凝聚龟派气功，轰散火焰，对着恶魔又是一顿太极拳法，打斗场面可谓精彩之极。然而即便是如此恐怖的攻击，都没能对恶魔造成致命伤害。恶魔挥起镰刀砍向米拉，只见米拉左眼闪光，当场将恶魔定在原地动弹不得。被打飞的黑骑士趁机绕后，对着恶魔掏心一剑。战斗结束，大佬打架，小队舔包，把恶魔身上所有能用的东西彻底搜刮干净后，小队问起了米拉的真实身份。一听米拉是邓布利夫的弟子，他这么强也是情理之中。小队毫无怀疑地相信了米拉和大佬搞好关系肯定没错，而且邓布利夫身为9贤者之首的威名远扬，他教出的弟子肯定也和本人一样。见队友如此信任自己，米拉也暗暗发誓一定会保护好这个国家。回去的路上，小队正商量着要去到哪里庆祝，却见远处的城镇燃起熊熊大火，无数怪物突然出现，袭击无辜百姓。出去一趟加倍偷了。他们走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